川普这位上任总统终于掀翻了贸易领域的这张牌桌。这次他祭出的大招，直接瞄准了世贸组织的根基——全球统一关税制度。一个看似平常的政策变动，却足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伤筋动骨。更要命的是，这可能让2200万中国外贸从业者陷入生存危机。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经从2023年的3890亿美元跌至2025年的2760亿美元，跌幅高达 29%。而这还只是开始。花旗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直言不讳，随着美国对华新一轮关税政策的实施，中国对美出口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在腰斩 50%。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先看看冰冷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 GDP 从7280亿美元暴涨至2024年的17.7万亿美元，增长了惊人的24倍。而在这其中，出口贸易功不可没。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贸总额达到 32.65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 27.4%。更要命的是，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内部报告，目前中国有超过40万家外贸企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2200万，间接带动就业近1亿人。现在好了，随着世贸组织体系的崩塌，这些企业和从业者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这简直就是一场海啸。多位经济领域专家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有智库研究员直言不讳，过去30年，中国一直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下玩得风生水起。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让我们享受了大量的特殊待遇，比如可以对进口商品征收比发达国家高出3至4倍的关税，还可以给予本土企业巨额补贴。但现在这些好日子到头了，让我们来算一笔账。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税率为 7.1%， 而发达国家仅为 3.1%。更夸张的是，在农产品领域，中国的关税高达 15.2%， 是美国 3.3% 的将近5倍。现在美国要求所有贸易伙伴实行对等关税，这一招直接打在了中国的七寸上。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究报告更是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如果中国被迫放弃发展中国家待遇，仅农业补贴这一项就要减少 2.7 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农产品价格暴涨，农民收入锐减，粮食安全亮红灯。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一旦世贸组织体系崩塌，全球贸易将进入丛林法则时代。各国可以随意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采取差别关税，甚至针对特定产业实施精准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个出口大国将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根据普华永道的测算，如果美国对华关税全面提升至 25%， 中国至少1500万外贸从业者将在未来12个月内面临失业风险。这还没算上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的物流仓储从业者。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中国企业的反应。数据显示，浙江、广东等外贸重镇已经出现企业大规模跑路现象。中国银行的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更是令人窒息。202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已有 42% 的外贸企业出现订单萎缩，其中 16% 的企业订单腰斩。而珠三角地区的情况更糟，超过 50% 的外贸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报告预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2025年底，中国可能有高达 30% 的外贸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更要命的是，根据海关总署的内部数据，中国外贸企业的利润率已经从2021年的 8.5% 跌到了2024年底的 4.2%。
现在好了，世贸组织体系的崩塌意味着这些企业将面临更残酷的价格战。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预测，2025年中国外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可能跌破 2%， 这个数字甚至不够支付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月，商务部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稳定外贸基本盘，但现实状况却让人不寒而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第4季度，中国外贸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减少了386万，这还没算上隐性失业的灰色地带。更糟糕的是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有 78% 在考虑调整其在中国的供应链布局。这不是危言耸听。以苹果为例，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 30% 的产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这意味着什么？保守估计，至少500万中国产业工人的饭碗不保。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麦肯锡的最新研究显示，如果世贸组织体系彻底崩塌，全球供应链重组将加速。预计到2026年，中国可能损失高达 2.8 万亿美元的出口订单。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中国2023年 GDP 的 16%。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海啸，多位经济专家纷纷发出警告。据分析，过去30年，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构建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即将面临重大挑战。数据显示，中国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 67% 下降到2023年的 27%， 但这个数字仍然远高于美国的 18% 和日本的 15%。对普通工人来说，这场风暴带来的影响更是直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外贸行业平均工资已经连续8个月下跌，部分地区的工资跌幅超过 30%。更要命的是，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2024年1季度外贸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了 65%， 创下历史新低。还有更扎心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在外贸重镇深圳，超过 40% 的外贸从业者已经开始寻找转行机会。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外贸还有救吗？答案恐怕不容乐观。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在世贸组织体系瓦解的情况下，2025年预计中国 GDP 增速可能降至 3.2%， 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更令人忧心的是产业转型的困境。花旗银行的研究团队发现，中国目前有超过 65% 的外贸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他们的主要竞争优势就是低价和快速交付。但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这种商业模式将难以为继。据统计，2024年第4季度，中国外贸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营收的 2.1%， 远低于日本的 8.3% 和韩国的 7.6%。根据商务部的调查，超过 80% 的中小外贸企业表示没有足够资金支持转型升级。而金融机构的态度更是让人心寒。据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第4季度，外贸企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飙升至 6.8%， 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多家大型银行已经开始收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某股份制银行的信贷主管透露，他们今年对外贸企业的授信额度比去年减少了 40%。更雪上加霜的是人才流失。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2024年以来，超过 45% 的外贸人才选择转行，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高达 68%。这意味着什么？外贸行业正在失去最有活力的那批人。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麦肯锡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贸易新秩序下，
中国将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是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的价格竞争。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长32%，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却下降了21%。更让人揪心的是区域经济的连锁反应。以长三角某外贸重镇为例，这个小商品集散地的 GDP 在2024年第四季度同比下跌了 8.2%， 创下建市以来的最大跌幅。当地政府的报告显示，超过3万家小商品店面正在谋求转型，约12万外贸从业者面临失业风险。这不仅仅是外贸的危机，而是整个经济生态的重构。多家智库的研究报告发出警告。最新分析引用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如果外贸持续低迷，到2025年底，中国可能有超过1000万产业工人需要重新就业，相关产业链上的2000万就业岗位也将受到影响。说到底，中国外贸30年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世贸组织体系构建起来的。现在这个体系崩塌了，就像是拔掉了倾斜的比萨斜塔的支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怕没人说得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外贸的好日子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